逼我，放我出去！我是被冤枉的，放我出去！悠悠，风鸣设计图的事情不是我做的，我是被陷害的，你帮我去解释一下好不好？我的好学姐，我当然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因为这一切本来就都是我做的吗？是你害的我，我要杀了你！你给我住手！夫人，没事吧？教授，学长，这件事不是我做的，都是宋悠然做的，他刚亲口承认的。还敢污蔑悠悠？啊？悠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就算是他卖了研究成果，那也是为了咱们团队好。就是你为了钱把凤鸣系列服装设计图给卖了，害得我们名誉扫地。就是你！怎么可能是我？是我让整个团队获得了拉维亚国际服装设计金奖，也是我。学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难不成想说教授跟我们现在所有人的成就都是靠你一个人争取来的，是吗？你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你个贱人，都被关进精神病院了，你还在这里像个疯狗一样乱咬！你给我滚！学姐，都别拦着他，就让他死在这里，发烂发臭。宋悠然、傅延东，是我让京北服装学院获得拉维亚国际设计金奖，结果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恩将仇报、兔死狗烹。如果能重来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苏明玉，就算是为了国际比赛的名额，你也不能污蔑悠悠抄袭啊！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得了抑郁症了，你非把他逼死不可吗？你怎么如此的恶毒啊！苏明玉，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抄袭比赛？我重生回3年前了。什么重生？你还在胡说八道是吧？上一世，宋悠然与我设计的毕业作品几乎一模一样，闹出了抄袭风波。而我因为不肯给宋悠然道歉，导致我跟学长和教授的关系就此破裂。往后的3年，无论我如何为团队当牛做马，仍然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直到被宋悠然冤枉惨死。副教授说了，只要你肯当着全校师生面前给悠然道个歉，他就不再追究了。可你要是继续执迷不悟，往悠然身上泼脏水，就别怪副教授把你开除了。好，我道歉。道歉？好啊，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好好道歉。苏明玉，悠悠心善，不跟你计较，私下还找教授为你求情，让你免除公开道歉。而你呢，竟然反咬一口，污蔑悠悠。要是再不道歉的话，就不是处分那么简单了，说不定啊会开除。苏学姐，我知道你肯定责怪我抢走你所有的宠爱，如果我走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的话，那我现在就离开服装学院。宋学妹，对不起。该死的苏明月，你平时不是顾着又执拗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认怂道歉？那我这阵子的苦肉计不白演了吗？学姐，你也不用勉强道歉。我知道你肯定还责怪我抄袭你的作品，但是我真的没有。不信的话，你可以让校方出面调查吗？不用调查了，那份我根本不在意。我会拿出更加优秀的毕业设计。宋悠然，那份垃圾送你了。
副教授，这事儿该不会真有什么误会吧？我看苏学妹平日里也不是那种会多嘴的人。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在这里狡辩？副教授，学姐平时的为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要道歉也应该我去道歉。学姐，对不起，你要是觉得是我做的，那就是我做的，我跟你道歉好不好？你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记恨3位学长还有副教授，好不好嘛？求你了。宋悠然，上一世你利用这张绿茶脸当了学术妲己，踩着我吃尽红利。这一世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你宋悠然能有什么出息？宋学妹，你不会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记恨副教授和3位学长吧？这不是咱俩之间的小误会。这个苏明玉，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聪明了？苏明玉呀，你这副假惺惺的姿态真是令人作呕。我都是小品，自然比不上宋学妹楚楚动人啊。苏明玉，苏明玉，你少给我在这儿阴阳怪气的，赶紧给悠悠道歉，否则就滚出我的学院！求之不得。副教授，从今日起，我苏明玉退出服装专业。你，苏明玉，敢退出我专业的学生，你是第一个！你是疯了吧？大4退专业，你是不想毕业了吗？苏明玉，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离开了我们团队，你连屁都不是。就是啊，学姐，你不要因为被批评教育了2句就伤教授的心，赶紧给教授道歉。宋学妹，不用劝了，他要退就退呗。副教授的团队是顶尖的设计团队，有的是他后悔的。苏学妹，你可想清楚，离开了副教授的团队，整个设计界可就没人敢用你了。好了，不要跟这个白眼狼废话了。苏明玉，我告诉你，离开团队，你只有自毁前途，死路一条。哼，只要我一句话，京北大学乃至整个设计界，看谁还敢要啊！哈哈哈哈哈！谁说没人敢用它？傅延东，你堂堂一个大学教授，掌管着整个服装设计学院，却如此为难自己的学生，你真是好大的官威呀！哼，沈之然，你的汉服专业招生都困难，你有什么资格教我怎么教训学生啊？哈哈哈！教授，我听说冷门的专业如果一直拿不到拨款，没有持续新生资源的话，就会被撤专业，这是真的吗？当然呀，那简直是太可怜了。如果汉服研究院被关门的话，那沈教授岂不是就是一个空头教授啊？老傅，这就是你的学生啊？老师说话，学生插嘴，难道你没教给他规矩？教授，沈之然，你是来故意闹事儿的吧？啊？闹事？你也配？你这小人，在我面前我都懒得看你。我今天就是来接我学生的，从今天开始，苏明玉就是我沈之然的关门弟子。哼，一个败坏团队名声、品行不端的学生，我就是不要也不会给你。苏明玉，你现在诚恳地向我道歉，我可以网开一面，留你在团队打杂啊，事关你的前途，你可要仔细想清楚，去哪儿啊？我确实不应该拿前途开玩笑。哎呀，我早就知道，他就是故作姿态。老师好，很荣幸成为您的学生。
这个叛徒！哎，亏我这4年悉心教导你，你就这么毁坏你的恩师吗？悉心教导，我记得没错的话，这4年来使唤我干杂活最多的就是副教授您了吧？但是你技术不精，就只配干杂活。那我倒要看看学术精湛的副教授在接下来的华昌杯时装大赛中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就你也敢跟我比啊？你上去那也是丢人现眼。你们汉服专业现在连学生都招不到，哎，你说说，你们天天研究汉文化服饰干嘛？给老祖宗当寿衣吗？啊！傅延东，你不要欺人太甚。欺负你怎么了？沈知远，有本事3天后的华昌杯上，咱们一决高下。要是输了，我要你当众开除苏明玉。好，这赌约我替沈教授接了。要是我们输了，我苏明玉自愿退学。明玉，你可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沈教授，您放心，我有把握。上一世我提供的设计图被他们拿去参赛获得特等奖，而200万的奖金我却没有得到1分1毫。傅延东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这一世没有我的设计图，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傅教授，那要是你们输了，又应当如何？笑话，我们怎么会输呢？怎么这一点自信都没有？我们如果输了，我就带着全院所有人当众向你下跪道歉。好，这可是您说的，您可千万别食言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怎么让我输。还愣着干什么？上课去！哦。有什么好生气的？绿茶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教授的儿子沈少泽学长。你好，我是乔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3天后的华昌杯上，我们要告诉那些人，汉服才是最应该被传承和重视的。汉服文化虽然比不上西式现代服饰的使用率高，但我们有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再结合观众的喜爱程度，3天后我们必然能够碾压傅教授他们的西方审美。看这个细节，这个碎花做的就小更好。什么垃圾玩意儿！我要创新，创新，创新！高贵的啊，西方贵族的创新风格，这，嘿。苏明玉，这就是你的参赛作品？贱人，贱人，贱人！我宣布，新一届华场杯大赛正式开始。哇，居然是宋校花亲自当模特呢！她今天也太漂亮了吧！苏明玉这个抄袭狗，还想跟我们宋校花比，她哪来的胆子呀？这套服装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世纪的风格特点，结合了现代简约的风格。这套服装整体偏明艳古典，从服装设计上就能感受到中世纪历史的厚重感。
请各位评委老师开始打分。不愧是傅教授的团队啊，这设计理念国内绝无仅有，简直是全场最佳呀！9.5分，我给满分。平均分9.8的高分，天哪，这是一个令其他团队绝望的分数。看来这次滑场杯大赛的特等奖注定要被傅教授的团队拿走了。傅教授，这场比赛我赢定了，哈哈哈！赶紧把你那个关门弟子叫过来吧，当众下跪道歉。我呢，还可以放你了，否则你将在整个江北颜面扫地啊！傅延东，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唉，沈教授，不是学人多嘴啊，要是这场比赛你们输了的话，还有脸继续在江北大学下去吗？沈教授，我们团队设计的可是高贵的西方贵族风，我们还是欧美高奢品牌的金牌团队，而你们是一个连国门都出不去的落后传统文化，怎么赢呢？简直是痴心妄想！明玉，我相信你一定能赢。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能不能一炮打响，就看你了。沈教授，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有请下一组汉文化服饰研究院沈之然教授团队。让你抢我学长，让你抢我教授！这破烂玩意儿就是沈教授团队设计的，这简直是玷污我们的眼睛！这是什么垃圾设计？滚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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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明月，这是滑场杯比赛，请你严肃对待。我的参赛作品在参赛前，学姐，这一身乱裤就是你的参赛作品啊？这恐怕连乞丐都看不上吧？怎么，你是不把各位评委老师放在眼里是吗？死绿茶，你还装？我的作品为什么这样，你心知肚明。学姐，你这说什么呢？我可听不懂。不过你要是输了，可是要被开除的哟。什么垃圾设计，简直侮辱传统文化！赶紧认输，滚下！下来吧你，别丢人现眼了，赶紧认输吧你！垃圾专业，垃圾教授，垃圾学院，下台！认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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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江北大学历届比赛中前所未有的第一个零分团队出现了，看到了吗？苏学姐，离开了傅教授，你狗屁都不是。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被钉在京北的耻辱柱上了。孙悠然，你就这么笃定你赢定了吗？这个0分我们团队不认，因为这是被人恶意损坏的气法，而我们真正的参赛作品是什么？这不可能！你怎么能有另外一套作品呢？宋悠然，既然是参赛，自然会有备选的作品。前世滑长杯比赛上，我穿着被宋悠然剪坏的衣服上台，被评委会打0分。傅教授跟3位学长也因为嫌弃我丢人，愤恨离席。而宋悠然穿着跟我相同款式的作品上台，获得特等奖，成为团队新宠。这一世，我又怎会重蹈覆辙？这位同学，你身上这款可是出自江朝宫廷服饰第63路金丝流仙裙，就是传言工序复杂，设计难度极高，至今为止无人将其修复的金丝流仙裙，这怎么可能呢？没错，这就是金丝流仙裙，裙子上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我们团队用金丝混合蚕丝手工编织的，呈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化底蕴。我去，咱们老祖宗的东西这么厉害吗？这么一对比，傅教授他们团队设计出来的那些破烂玩意儿，简直就是垃圾。傅教授他们一直会选西方审美，
之前还推出一个眯眯眼的设计，简直就是崇洋媚外。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最厉害的。我们大中华的5000年文化碾压，傅教授的团队已经一败涂地了。苏明玉用现代工艺完全让金丝流仙裙重现人间，真是我们华夏文化的荣耀时刻。请各位评委老师评分。10分，竟然都是满分！历届华场杯比赛的第一个满分，竟被沈教授团队斩获，但实至名归。好，苏明玉不愧是苏北学院最具天赋的设计天才。怎么可能是满分？一个破裙子凭什么得满分？肯定有内幕！滚下去吧！怎么好意思站在台上啊？评委老师，苏明玉的金丝流仙裙它是抄袭的，我不服！宋悠然，到现在你还不死心，造谣的代价你承担得起吗？宋悠然，没有证据就诽谤，是不是输不起啊？你这么霍慌干嘛呀？看来悠然说的是真的，你们团队就是抄袭！金丝流仙裙，这不是最近网络上大火的月缪大神的作品？我就说，短短时间内竟然手工制作出如此复杂的衣裳，原来是花钱买的。我刚才还以为是他们复原了老祖宗的文化，原来是抄袭狗。没想到沈教授的团队竟然如此没有底线。真真，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江郎才尽到要买衣服参赛，就这也想赢我？傅延栋，你也别太早下结论了，小心打脸，邦邦疼。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团队抄袭，买衣服参赛，没有证据，我们可是要追责了。证据？好啊，给你们。抄袭狗退学！苏明月，作弊抄袭参赛，你还把比赛放在眼里吗？亏我们觉得你还是个天才，没想到你卑劣到抄袭，还抄袭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网络博主。这件事如果传出去，简直就是我们京北大学的耻辱。苏明月，我劝你还是认输吧。宋悠然，就凭几张照片就断定我抄袭买衣服比赛，让我认输？事到如今怎么还死鸭嘴硬呢？难不成真的要被政教处处罚退学你才肯认输吗？苏明玉，作为跟你朝夕相处4年的老师，如果你现在认罪，我可以只让你退学，而不会发酵你抄袭一事。苏学妹，你就听傅教授的话吧，别一错再错，这件事的后果你承担不起，因为一时之气毁了一辈子，不值当。老师，别劝他，像这种不识好歹、背叛团队的叛狗，我们还想帮他保全名誉。要我说，就该全设计行业集体封杀他。季学长，我的意思，光惩罚一个苏明月不太够吧？别忘了沈教授跟副教授的打赌，如果谁输了，可是要撤专业的。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呀！沈教授，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把苏明月招到你的团队啊？此情此景，还真是如前世别无二致，还想让我如前世一般祈求他们的信任、同情、怜悯，简直是做梦。这一世，我不会再奢求敌人的怜悯。我没有抄袭，因为我就是月缪。我没有抄袭，因为我就是月缪。苏明月，你居然说自己是月缪！我知道你不想被退学，但是你也不用冒充月缪大神吧？你知道他全网粉丝有多少吗？3000万，一人一口唾沫都该淹死你！苏明玉，我是没想到你能恬不知耻到这种地步。月缪大神可是千万粉丝大网红，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穷鬼一个，你也敢冒充大神的身份？
你配吗？我为什么要冒充自己的身份？苏学妹，你就不要再狡辩了吧。博主的每个视频 IP 都在美国，而你一直在江城吗？哼，苏明月，你该不会想说你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帮你运营吧？这种鬼话就不要再说了。你在场问问所有人，谁会信？那个苏明玉谎话连篇，听说他都涉嫌抄袭了，还敢自称岳庙。苏明玉，你个骗子，你下台吧你！赶紧滚出我们金北大学！我们金北大学就凭你这个脸！抄袭狗，退学！抄袭狗，退学！退学！退学！你们都给我闭嘴！我能证实岳谬就是明玉，这个账号内金丝刘千群的所有制作过程都是由我亲手拍摄，为的就是防止比赛当日被有心之人污蔑。哎，甚至你该不会说这个有心之人是我吧？个卑鄙无耻的老登，向来阴狠算计，爱使用龌龊手段拿奖。我防着你，怎么了？你敢骂我啊？你是怕输了比赛，撤了专业，滚出京北大学吧？啊！老登敢动手！苏明玉，有证据就亮证据，没证据就带你的团队滚出京北大学。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岳谬。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岳谬？岳谬的 IP 明明在美国。账号运营确实在美国，我们团队每天忙着赶工、赶设计、参加比赛，当然是没有时间运营。就算你是岳谬，能怎么样？当然是赢得比赛。各位评委，我已经证实了我的身份，也证明了这是我们团队亲手做的，这满分可作数？作数，当然作数。苏同学，敢问你毕业后研究生选哪个教授？你看我行吗？苏同学，往这儿看，看看我，我给你保研怎么样啊？只要你选我，什么专业资源，我给你拉满。这是比赛，怎么能抢学生呢？贱人，竟然让你出尽风头，我不甘心。季学长，我要你代表你们团队向我们致歉。还有傅教授，当初我们的赌约，您还记得？老傅，看到没有？我的学生给我扬眉吐气，你这个老登给我上台致歉。别忘了经典台词，你傅延东就是比不上我沈之然。我们华夏文化才是最强的，苏明玉，你就是我的偶像。傅延东上台道歉。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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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傅，愿赌服输。少泽，你身强力壮，把这个老登给我抬上去。我自己会上。不过是输了一场比赛，输就输了。这场比赛，我傅延东团队比不过沈之然教授的团队。哎，傅教授，您别着急走啊。苏明玉，你还想干什么？还有一段精彩的视频想让你看。苏明月，我之所以让乔学姐穿着被毁坏的作品上台，为的就是曝光你毁坏参赛作品的一幕。宋悠然，没想到这一幕会被拍下来。哎呦，要我说呀，长了一张好脸，背地里却干这种阴险勾当。要我说，该开除的也得是这种为了赢不择手段的女人。苏明月，你别不知好歹，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我看在你是我学姐的份上，我才帮你毁掉作品的，因为用了违禁物。宋悠然，你还真是无耻至极，毁坏我的作品还胡说八道。够了！到现在你还敢狡辩？你看这是什么？大家且看，这就是苏明玉非法使用国家保护动物皮毛的罪证。
苏明玉，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的残忍。虽然说动物它不会说话，但好坏是一条命啊！而且你居然用的是火狐皮毛，你知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火狐不超过3000只啊？虽然学生的设计天赋很重要，但品行端正更重要啊！不愧是傅延东的学生，到了现在还能倒打一耙，真是无耻至极。周寿，等等，我们要相信学妹能处理好。苏学姐，我承认你设计的备选方案确实很优秀，但是你为了赢得比赛，用了可不止一张火狐皮毛。为了赢，值得吗？好你苏明玉啊！你品行不端，竟然连违法犯罪的事儿你都敢干啊！我告诉你，你被抓了，千万不要说曾经是我傅延东的学生，我丢不起那人。傅教授，要我说呀，就应该举报他，让他牢底坐穿。苏明玉，现在认罪自首的话，还能从宽处理的。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自首？你们说我非法走私买卖动物皮毛，证据呢？死到临头还嘴硬呢，证据就在悠悠手里。你知不知道，你的狗命哦，就在我们一念之间。事到如今还死不悔改，亏我以前还觉得你是一个辛勤钻研的学生，现在我就是后悔当初怎么把你招进这个团队的，真是瞎了眼了。是谁非法走私野生动物？是他虐杀保护动物，是他虐杀保护动物。这位同学，非法走私买卖野生动物是违法的。宋悠然，你还真是机关算尽，为了扳倒我，动物协会的人都搬出来了。学姐，知法犯法的人是你，残害动物的人也是你。没有买卖可就没有伤害，我只是合法合理的请了动物协会的人过来逮捕你，我有错吗？火狐都快绝种了，他还能为了衣服的好看去走私买卖它们皮毛？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哎呀，苏学妹，就因为你这种人存在，就濒危动物才会灭绝啊！你可以不爱，但你不能支持伤害啊！苏明玉，现在物证确凿，我劝你认错伏法，也算是给这个被虐杀动物一个交代。我没有犯法，认了哪门子罪？他们说我走私动物皮毛，请问动物保护协会的执法人员，你们检查了吗？这还需要检查吗？用人眼看都知道，这是动物的组织。宋悠然，你还真是学术不精，愚蠢至极。傅教授难道没有教过你，有一种非遗技艺叫绒花吗？绒花，非遗技艺。没错，这次参赛作品就是非遗技艺。苏学妹使用了更高级的绒花技术，使用天然蚕丝做出堪比动物皮毛的逼真效果。你说非遗技艺就非遗技艺啊？我看你们就是想逃脱牢狱之灾的借口罢了。就是，你知道懂非遗技术的人才有多难得吗？绒花技术都快失传了，你苏明玉也配？哎呀，为了躲避开除和坐牢，你还真是满口谎话呀！领导，我这个曾经的学生啊，在我团队的时候就偷奸耍滑，谎话连篇，他的话实在不可信，我建议严惩不贷，我绝不姑息。就是啊，领导，我跟着苏明玉以前都是副教授的学生，他什么德行我最清楚了。不要再吵了，怎么处理他不用你们说，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必须严惩，不然以后谁都敢非法走私野生动物，那动物怎么活？我建议校方立即开除苏明玉。苏明玉，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这样的学生不能留啊！才能重要，人品更重要。立刻开除苏明玉，将这只蛀虫赶出地面大学，把他赶走，给他赶出去！学长，麻烦帮我打开工具箱。我早就料到你们今日会针对于我，所以我做了万全准备。这就是我制作非遗作品的证据。比起花大价钱购买非法动物组织，还要承担法律风险，
为何不用绒花这一技替代呢？你们还是不相信的话，这些照片是我制作非遗作品时沈教授为我拍摄的。领导，这些可都是证据。难道这些非遗工作都是你独自做的吗？是的，每一项工程都是我亲力亲为完成的，每一种材料都是使用的天然蚕丝和天然颜料。你们要是还不信的话，动保的领导在这儿可以现场检测。确实是采用了非遗绒花技术仿制品，不是保护动物羽毛。傅延东，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居然是真的！苏明玉不仅设计天赋超绝，竟然还会非遗绒花技术。想不到我们京北大学居然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差点听信谗言，错失了这样的设计天才啊！傅教授，3位学长，这就是你们闻所未闻的非遗绒花技术？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傅延东，我早就和你说过了，苏明玉是最优秀的，他拿的华章杯当之无愧。不过还得谢谢你的有眼无珠，把这么好的学生让给我。哦，你们是传统好的，你们一定是传统好的，我不相信！闭嘴！这个没用的东西，让我跟你一起丢人现眼，看我出去怎么好好教训你！傅延东，你不会是虚心想跑路了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宋悠然这身可是金丝孔雀羽毛编织的，金丝孔雀羽毛可是保护动物。领导，你说这该怎么办？苏明玉，你血口喷人！宋悠然害人终害己，今天我就要揭开你伪善的真面目。苏明玉，悠悠确实误会了你，但是你作为学姐，已经如此歹毒记仇，你还要污蔑她？苏学姐，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我把动保的领导叫过来，就是害怕你误入歧途，路越走越窄。这事儿要是查起来的话，那等于自毁前程。你怎么还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啊？宋学妹，我自然不会愧对于你的良苦用心啊。动保的领导就在这儿，不如让他们现场检测，这样不就能证实你的清白了吗？哎，领导，悠然绝对是个好女孩，她平常连兔子都不敢吃，怎么可能做这么残忍的事情？是不是？苏明玉，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学生又没做错事，凭什么检查啊？我以人格担保，他身上的花纹绝不可能是金丝孔雀羽毛编织啊！傅延东，我劝你让开，妨碍人家执行公务。我看你这个教授是不想当了吧？你让开！慢着，都给我住手！校长来了。没想到今天这场比赛连校长都惊动了，今天这事儿怕是没那么容易解决啊！校长，您来的太好了。我们怀疑傅教授的学生非法使用孔雀羽毛制作参赛作品，动保局的人想要调查，傅教授却一直阻拦。沈教授，你是什么意思？你也是京北大学的人，难道你就非要把事情弄大，丢我们京北大学的脸吗？沈之然这个蠢货，在校长眼里，没有什么比学校脸面更重要的事儿了。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宋悠然这个学生，我是认识的，这孩子品行端正，断然不会干违法的事儿。您看，刘校长都发话了，这事儿就这样吧。行了，撤吧。您慢走。慢着，苏明月，你还想干什么？我强烈要求检查，给全校师生一个交代，也给被非法虐杀的动物们一个交代。苏明月，你别不知好歹，就因为这么一点破事浪费大家这么长的时间。再说了，你能用绒花非遗技术，我就不能用吗？我这一身西服就是从一个非遗大师手里面买的。那你倒是说说，是哪一位非遗大师啊？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大师他不让我透露他的身份。说不出来啊，那就是假的。我强烈要求检查，一应后果我苏明玉全权承担。不只是他，还有我，我愿意赌上教授职业生涯，为我的学生做担保。若我们当真错怪了宋悠然，我自愿解散汉服文化学院。还有我愿意以退学为代价，请求检查宋悠然的衣服。我不。你们3个懂什么是金丝孔雀，懂什么是非遗作品吗？你们凭什么质疑宋悠然的衣服是假的？就凭我是官方认证的非遗传承人。就你还非遗传承人？你知道官方认可的非遗传承有多难吗？全国也不过一手之数。况且在非遗传承界，只有一位20岁的女学生传承了非遗技术，那就是苏家的千金苏大小姐。宋明月，4年前我看你可怜无父无母，又勤劳可干啊，我这才把你招到我的团队。没想到我却招了一个背叛团队、居心叵测的白眼狼。我背叛团队？苏明玉，我看你穷可怜，我才被你蒙蔽了双眼，把你邀请进了团队。你欺骗我感情。俗话说得好啊，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嘛。穷山恶水出刁民。季学长，被这样的贱女人骗了，没办法呀。江学长说的对，这穷人往往最麻烦，最容易搞事情。不光污蔑我们悠悠，还得罪副教授。亏我当初还相信你是品学兼优，还帮你说话，我真是看错你。苏明月，我让你现在立刻跪下来给我道歉，弥补我被你污蔑以后心里受到的创伤。这样的话，我可以勉强原谅你，在校长那儿替你求求情。不然的话，我立马把你赶出晋北大学。宋悠然，是你挑拨是非，举报明玉非法购买动物制品。现在明玉不过是质疑你们，你们就破防，逼他给你们道歉，凭什么？做贼心虚，祸水东引。宋悠然，我还真的是低估你玩弄人心的手段，但是想要让我给你道歉，做梦！你校长，沈志远、苏明月，我看你们是反了天了。既然你们不想道歉，那就别怪我不顾情分，把你们全部开除出去。好啊，想要开除我是吗？你就不怕华长被背后的投资方撤销赞助吗？你可别忘了，京北大学的服装设计研究院可是非遗家族苏氏赞助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非遗家族的赞助跟你有关吗？啊，还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们？哎呀！那如果我说我就是非遗家族苏氏的千金呢？苏明月，你也配？你是不是真穷疯了呀？穷出妄想症了？哎，就你，连一个智能机都不会用的乡巴佬，还苏氏的千金？你要是苏家千金大小姐，我就是世界首富的女儿。苏明月，你要是首富千金，哎，那我不是股神亲儿子，身价100亿是吧？啊，她要真是这个传承大小姐，哎，我跪下来给你舔脚。苏明玉啊，人穷不要紧，但是不要志短，你这样只能让我更加瞧不起你。季县里，你觉得我现在还在乎你吗？你不过是一个虚伪无能的学术废渣罢了，真以为自己是天才？口是心非。苏明月，不敬师长，不举校规，看你就是欠收拾。来人，去把苏明月给我按住，让他给副教授跪地道歉。是。住手！住手！苏组长，你怎么亲自过来了？你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到学校门口去接你呢。哎，这位便是非遗家族苏家的族长，也是我们京北大学最大的赞助方。
苏组长，我是京北大学西方现代服饰研究所的教授。司组长你好，我是京北大学大4的学生，我叫宋悠然，很高兴见到您。我是季爱礼，我一直非常敬佩苏组长对于非遗文化做出的贡献。这是怎么回事？苏组长，真让您见笑了。这不过是个胡搅蛮缠、道德败坏的穷学生，不服管教，输了比赛还污蔑同学。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他和他的导师一起开除出学校了，绝对不会让这种败类玷污我们学校的名声。哎，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免得污了苏组长的眼。苏组长，你觉得如何？哎，给我闭嘴！胡搅蛮缠，道德败坏，社会败类。好啊，你就这么评价我女儿的？您是说她是您的女儿？哼！玉儿，你夫妻离家出走这么多年，也该消气了吧？跟我回家吧。不可能，苏明月，你怎么能是苏家的千金呢？苏组长这肯定是搞错了，对不对？哎呀，苏组长，她就是个乡下的穷丫头，那是又穷又坏呀！最会蛊惑人心。您不会是看错了吧？千万不要被她给蒙蔽了。哎呀，就是啊，苏组长，他就是一个贱人，您千万不要相信他呀！我的女儿，我能不认识吗？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放开苏小姐啊！哎呀，苏小姐，这都是误会。我刚才之所以这么对您和您的导师，这完全是受了宋悠然的蛊惑。你大人有大量，是吗？明玉，你真的是非遗家族的千金？苏组长，都是误会啊！我不知道苏小姐就是您的千金啊，要不然给我10个胆儿我也不敢啊！哼，苏组长，您放心，今天我一定把这些欺负过你女儿的人全都赶出学校去。你，还有你们几个，从今天起被京北大学除名了，立刻给我滚出去！苏明月，你凭什么仗势欺人？你说我仗势欺人，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请动保局的专家检测宋悠然的衣服是否为金丝孔雀羽毛编织。别过来，不是我，这不是我，我什么都没有做，我没有违法乱纪，都是他，都是傅延通，他让我这么做的，都是他指使我的，不是我。宋悠然，你不要血口喷人。宋组长，我从来没有指导过他的任何作品呢，那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其他几个同学可以作证。宋悠然衣服上的花纹确实是金丝孔雀所编制。宋悠然，上一世我被你冤枉惨死，这一世你沦落至此，皆是报应。别，苏学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是我诬陷的你，也是我抄袭的你的作品，我只是嫉妒你的才华而已。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好不好？只要你放过我，怎么都行。你不是喜欢季学长吗？我把季学长让给你，你放过我行不行？我求你了。你不是喜欢季学长吗？我把季学长让给你，你放过我行不行？我求你了。宋悠然，我不像你这么下贱，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会去争。至于季艳礼，这种斯文败类根本配不上我。宋悠然，你口口声声污蔑我的时候，可曾想过放过我？现在我只送你一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宋明月，大家都是同学一场，你至于赶尽杀绝吗？跟我说，
咱们好歹也有同门之谊，只不过因为一些小的误会矛盾闹了分歧而已。没必要啊。对啊，就是。你身为非遗家族的大小姐，这气量未免也有些太狭隘了。哼，宋悠然抄袭我作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诋毁我、诬陷我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现在说我心胸狭隘，真的是可笑。还有你们，处理完宋悠然，我再跟你们好好算账。苏明玉，把我这辈子毁了，我杀了你！苏明玉，把我这辈子毁了，我杀了你！小心！玉儿，你给我等着，我杀了你！你们干什么吃的？还不赶快给我把这个疯女人拖下去！放开我，苏明玉，你这辈子给我等着！你没事吧？学长，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明玉，没事吧？季学长，你变脸可真快，出事前你可是青睐有加，出事后就拳脚相加。明玉，这一切都是误会，我也是被他给骗了，你就原谅我好吗？够了，季言礼，在你逼我给他道歉的那一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校长，京北大学向来学术清静，而副教授跟3位学长品行不正，请问贵校该怎么处理？苏小姐，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那就把他们全部开除，只要您能消气就好。你身为校长玩忽职守，清白不分，我要向有关部门举报，革除你校长职位，永不录用。哼，你是德不配位的蛀虫，我要向教学举报，严查你。明月，这个刚才都是老师的不对啊，这个我们也是受他的挑拨呀，是不是？看在老师辅导过你几年的这个学业的份上，您就放过老师好吗？放过。副教授，你在不知道我身份之前可不是这个态度。你哪一年的研究成果不是靠剽窃我的设计，还要纵容你的学生犯罪？我不仅要你滚出京北大学，更要你被全行业封杀。明玉，而你们却善恶不分，跟着宋悠然一同欺负我。从今天起，你们也被开除了。沈教授，您是位德艺双馨的学术巨匠，德高望重，我看只有你才配校长这个职位啊！这太突然了，我怕我。您放心吧，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京北大学的校长之职。我们所有的非遗家族会全力推荐你成为京北大学的新任校长。好，那我就谢谢我的学生明玉了。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传统文化，不允许任何人的抹黑和亵渎。我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非遗传承，不要让老祖宗的心血和智慧在我们手里失传。